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《行尸走肉》11季第23集。上集故事中，达里尔秒杀监狱长，主角团顺利夺回亚历山大，而命悬一线的尤金凭借法庭之上的走心言论，终于成功拉拢墨色。接下来就是齐心协力推翻帕梅拉的统治了。显然过程不会太顺利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故事。重夺亚历山大社区，朱迪斯、小瑞克这帮孩子陆续被解救，但罗西塔的女儿可可并不在这里。泰勒告诉神父，以前他在联邦当哨兵时，那些没有父母的孩子会被送到城里的福利院，没找到的孩子大概率就在那里。整顿过后，除一部分老少妇孺继续留守亚历山大外，其余人将组成作战队伍，乘坐火车前往联邦，不光是为了找到其他孩子，更是为了和帕梅拉算总账。出发前，尼根找到玛姬，直言不干掉帕梅拉，大家永远没有好日子过。尼根想找玛姬合作，说只要他们2个人就能搞定帕梅拉。此话一出，玛姬果断拒绝。不管尼根说的有多正确，从情感上来说，玛姬是绝不会单独和尼根一起行动的。另一边，朱迪斯也想加入战斗小队。经历风风雨雨的朱迪斯，心智远比同龄孩子成熟得多。他肩负使命感，认为即将要做的事不只能帮到整个联盟，还能帮助世界各地的人。他要用行动亲自践行父母的信念。朱迪斯如此有格局，一旁的卡罗尔很是触动。在他的助攻下，达里尔总算同意朱迪斯的加入。尤金被押解回监狱，不过是虚晃一枪。转头，尤金就被墨色带到麦克斯和由美子面前。墨色立场转变，不免让2人感到意外。由美子认为，虽然打输了官司，但舆论上还是占了上风。现在民情激愤，只要再推波助澜一把，就能突破临界点。接下来大家各司其职，煽动舆论的事儿交给由美子和麦克斯。墨色要做的是先拉拢一波手下，确保他们愿意推翻帕梅拉政权。至于尤金，只要乖乖待在房间，别被人发现就行。然而，死刑犯尤金突然失踪，市政厅外民众聚集抗议，种种不寻常的迹象已经让帕梅拉起了疑心。面对质疑，墨色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尽管帕梅拉嘴上不说，转头却让心腹联邦军队副总指挥威克斯密切监视墨色。针对外面抗议的人群，帕梅拉并没有武力镇压的打算。这样做显然只会加剧双方矛盾。难道帕梅拉会任由舆论发酵吗？当然不会。等威克斯离开办公室，帕梅拉第一时间示意手下执行 B17计划。之前为了转移舆论，帕梅拉故意将丧尸引到联邦外围，好顺理成章执行宵禁政策。这回不知道又会下什么棋。回到亚伦小分队这边，他们仍混在狮群当中。眼看联邦车队渐渐远去，亚伦本想让大家尽快脱离狮群，结果在关键时刻不小心遇到另一波丧尸，2个狮群在交叉口迅速融合，变成无比庞大的队伍。失去最佳机会，亚伦一行人只能被迫留在狮群中。伴随车辆引擎声，狮群不断向联邦的位置行进。开往联邦的火车上，尼根向以西结真诚道谢，要不是他挺身而出，自己和安妮早就被监狱长处决。尼根好奇他为什么要冒险救人，以西结告诉他原因很多，大概就是成为一个殉道者太简单了，活下来继续做有意义的事反而更难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也不想带着对尼根的仇恨继续活在痛苦中。解释完，以西结问尼根为什么没有向典狱长供出自己，反而一个人扛下所有。尼根微微一笑，给出了标准式洗白文。 For my wife, my kid, and if you think I don't know, believe a better story about me than the one you've been telling. 尼根表示，他只不过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，这么做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也不是自救，是为了救所有人，大家都比他强。这番话，一旁的玛姬显然也听到了，脸上的神情不由得发生了变化。据悉，玛姬与尼根的衍生剧基本板上钉钉，浅浅期待一下2人是如何碰撞出火花的。车上，朱迪斯不由得想起了家人，提到了刀女瑞克，还有哥哥卡尔。卡罗尔不禁感慨，朱迪斯和卡尔实在太像了。哥哥去世的时候，朱迪斯还太小，后来才从别人口中得知，卡尔是为了救人才死的。看着神情落寞的朱迪斯，达里尔安慰他，等一切结束，会把家人的故事说给他听。再次听到卡尔的名字，简直让人泪目。要知道当初有多少人因为卡尔死了，从此弃剧。
言归正传，尤金失踪，辩护律师尤美子自然逃不了嫌疑。于是墨瑟和尤美子干脆在威克斯面前演一出戏。结束审讯，墨瑟接到公主打来的无线电，防止被窃听，他立即转换频道。公主这时还不清楚墨瑟的立场，只告诉他，我们正带着一批被帕梅拉关押的囚犯返回联邦，接下来要扳倒帕梅拉，你加不加入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公主颇感欣慰。推翻帕梅拉最理想的方式并不是依托武力，这些囚犯无疑是最好的人证。因此墨瑟准备先接手这批囚犯，有了他们的供词，就能合情合理让帕梅拉下台。按照计划，墨瑟会亲自去接应，谁知刚结束通话，就收到联邦东面有大规模狮群逼近的消息。没办法，墨瑟只好先去应对。火车上的联盟成员以及囚犯将通过旧隧道进入联邦，而接人的任务则落到了麦克斯和尤美子身上。逼近联邦的威胁显然就是亚伦他们所在的狮群了。看来又是帕梅拉故技重施，他让哨兵壮大狮群，再引到联邦外围。如此一来，利用物理屏障达成封锁。亚伦一行人打算躲进路边废弃的房车中，结果只有亚伦、莉迪亚和杰瑞顺利进入。眼看朱尔斯被丧尸挤走，本来能上车的卢克选择跟在朱尔斯后面。紧接着伊利亚也遭遇狮群冲击，见状莉迪亚赶紧伸手去拉，却被丧尸狠狠咬伤了左臂。危急关头，亚伦硬是把莉迪亚拉回了房车。难有预险，莉迪亚非常激动，吵着要下车救人。亚伦和杰瑞好不容易才劝下来，当务之急是要赶紧处理伤口。房车条件有限，他们只能用皮带勒紧莉迪亚的左臂，接下来全靠硬扛了。最后两人合力斩断了莉迪亚的左臂。庆幸的是，莉迪亚挺了过来，刚醒来他就惦念着失散的伊利亚，哭求着不能丢下他们。心疼莉迪亚已经失去太多，杰瑞决定去找伊利亚，晚上后会尽快与大家会合。另一边，联盟大部队已经抵达旧隧道外围，然而迟迟不见墨瑟。就在众人商议对策时，负责看守隧道的哨兵不断靠近，眼看就要暴露，哨兵突然接到墨瑟指令，要求他们连忙支援东门。从哨兵不想擅离职守的反应来看，墨瑟这次调令显然有点突然，但军令如山，最后哨兵还是撤离了。大家抓住机会，顺利进入隧道。墨瑟临时调离哨兵的消息很快传到帕梅拉耳中，尽管表面上依旧信任墨瑟，但心里肯定另有打算。与此同时，墨瑟这边的情况也不太乐观。按照之前的经验，他派出哨兵引流狮群，可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原因是狮群里有变异的高智商丧尸，想故意引导他们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甚至变异丧尸爬上车，两个哨兵都浑然不知。得知派出去的人已经被丧尸群包围，墨瑟紧急调整战术，召回兵力，集合全部人员火力，死守联邦东门。说出来怕你不信，丧尸都要攻城了，联邦内依然有小部分兵力在四处搜寻尤金的下落。尽管武力值不高，但在玩一些小花招上面，尤金目前还没有对手。于是闯进房间的哨兵只有挨打的份儿。联盟大部队顺利通过隧道来到市政厅，诡异的是，偌大的市政厅空无一人。看到反锁的房门，大家这才察觉不对劲，来不及做出反应，突然枪声大作，众人连忙找掩护。可惜泰勒等人还是不幸丧生了。原来帕梅拉早就在这里安排好了人手，只等联盟上门来一个瓮中捉鳖。事已至此，帕梅拉也没必要继续维持对墨瑟的信任。稍早之前，他便派出威克斯以叛国罪逮捕墨瑟，任何人不得反抗，否则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。这时候足以看出墨瑟的影响力了，哨兵们的枪口全部对准了威克斯的方向。显然，大家都愿意听墨瑟的。考虑到丧尸即将兵临城下，现在不是内耗的时候，为顾全大局，墨瑟只好同意被捕。临走前，他特意提醒威克斯，在狮群抵达东门之前，务必加强整座联邦的防御工事。然而威克斯不以为意，只因为帕梅拉说过城墙牢不可破。此时市政厅内的枪战仍在继续，惨遭埋伏的联盟十分被动，只能防守为主。混战中，帕梅拉捡起一把枪，将枪口对准了马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朱迪斯推开马基，自己则中弹倒地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震惊，就连帕梅拉都有些措手不及。联盟成员怒气值拉满，以西结直接将灭火器扔到半空，在达里尔的精准射击下，白色粉末瞬间弥漫到空气中。达里尔抱着朱迪斯和其他成员赶紧撤离。
门口和由美子等人会合的尤金已经来此接应。东门这边，狮群大军已经抵达门口，看着架势也不知道能撑多久。眼看大门紧闭，变异丧尸开始搞事情，他们竟直接爬墙。哨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虽然用枪杀死了领头的丧尸，但变异的丧尸远不止一个。哨兵连忙寻求支援，可惜来不及了，身后的变异丧尸出其不意咬死了哨兵。混乱中，东门的开关不小心打开，就这样，庞大的狮群浩浩荡荡进入联邦内部，丧尸大举进攻，过惯安逸生活的民众毫无反击之力。得知损失15名哨兵，平民不计其数后，帕梅拉大为震惊。千算万算，他没算出这次的狮群不简单。威克斯连忙献策，只要及时拉起新的封锁线，说不定还能保全城市的大部分区域。然而，此时的帕梅拉心态开始崩坏，大难临头，他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保全普通民众，而是自己人。帕梅拉下令撤回前线部队，转而进驻庄园，以此保护自己和亲信。更过分的是，帕梅拉居然要把狮群引向贫民区，如此不顾民众的死活，就算躲过这次丧尸危机，帕梅拉也将彻底失去民心。其实威克斯还是把民众的安危放在首位的，可面对帕梅拉的铁令，他只能奉命执行。联盟成员穿梭在街道上，不远处就是诊所。可还没赶到那里，联邦车队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彻底封死各个路口。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，狮群已经入侵到联邦内部。哨兵并不打算硬碰硬，而是引导丧尸和联盟成员对战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卢克和朱尔斯就在这一小波狮群中，所有人齐心协力，硬生生为达里尔杀出一条血路。恍惚间，朱迪斯看着达里尔喊了一声爸爸。不知是意识模糊，把达里尔错看成了瑞克，还是在朱迪斯心中，达里尔早已是父亲般的存在。不管如何，这声爸爸无疑直戳达里尔的内心。在达里尔焦灼的奔跑中，本集故事落下了帷幕。在最后一集的预告中，达里尔、朱迪斯倒在地上的镜头一闪而过，可千万别有什么变故，不然太意难平了。陪伴我们10几年的刑事故事，还有最后一集将迎来终结。久违的人事大战再次上演，但我已经不求这部分有多精彩了，只希望所有联盟成员都能活到最后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